几年前这是木工做的柜子，现在不要了，暴力拆除。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装工小米。今天接了一个安装浴室柜，来了以后呢，他这边有一个拆旧，这个费用呢是客户自己出。这是7、8年以前啊，这种就是木工自己打的柜子，然后客户家自己买了一个这种吊柜。在拆除旧柜子之前，我要先确认一下，客户买的这个吊柜可不可以容纳下客户家的那个暖气风水器。当时自己做这个柜子呢，一是做洗脸柜，二呢就是为了遮挡这个暖气的风水器，这边还有自来水的主阀开关。拆这个水龙头管的时候啊，遇到困难了，然后这个老师傅跟我一起帮忙，哎，2个人都拆不下来。好家伙，这水管这得锈蚀成什么样呢？大爷说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随便怎么拆，那我就给他先切断吧。切断，我们先把这个柜子给它拆出去，再想办法处理它。拆除这个台面呢，2根挡水条背面是有胶的，所以只能用螺丝刀给它撬了，但是一撬这个就断了。还好这个大台面的下面呢没有打那个发泡胶或者结构胶，这个直接就搬出来了。师傅说这个板挺整齐的，他还要留着，所以咱就不给它破坏了。这些板子的话全部都是气枪打着的，然后这个用小锤轻轻松松搞定。做这个柜子也许要做半天，但是拆这个柜子几分钟就搞定了。现在我们维修这个水管的话，空间就足够了。一把水泵钳，然后用我这个卫浴的扳手，这个扳手这个把可能有点短，感觉吃不上力，特意跑到车上又拿了我的这个管钳，还特意带了热容器，实在不行我就重新给它融一个。不过这个管钳还是非常给力的，这个家伙就修住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这3到5次的调整，现在感觉有一点动的痕迹了。师傅教你一下。大爷在后边还给我鼓励呢，再来一把劲。这个结果是好的，最终还是把它给拿下了。这可是车内的劲儿，我操！帮业主把这个墙面呢清理一下，那墙上有几个坑，那是当时打气枪的时候打的坑。不过还好，安装浴柜的地方呢都可以把这几个坑堵给它堵上，后期我们安装出来是不影响美观的。这还是以前的普通瓷片砖，所以打孔的话就用3角钻头就可以打。现在的新房装修呢都用全瓷砖的比较多，或者地砖上墙，那个打孔要用玻璃砖头。商家带的这个固定螺丝呢略有一点长，这个大概要给它切掉个2公分左右。不过切这个螺丝呢，大家一定要安全操作，不要模仿我呀，我这个操作不是安全的方法。这个柜体的材质呢是铝合金材质的，然后4颗螺丝固定，上面就可以放台盆了，这个完全也可以撑得住。因为我在墙上打孔的时候是打8毫米的孔，用的是10毫米的飞镖藏管。之前的镜子、镜前灯全部都拆掉了，这个也不用了，因为买了一个是新的这种镜柜。这个铝合金的镜柜呢，它是挂钩的，它虽然有4个挂钩，但是像我们这种安装呢，一般只挂2个。如果挂4个的话，它那个要求的精度非常高，如果有一点偏差，4个钉子有1个偏差就不是那么好挂，所以把上面2个挂好，螺丝只要够结实，然后我们在下边的部分呢，就是背面打胶，然后固定。在镜柜的背面的上边缘呢，开了一个小槽，这个是要把线流出来的。如果压着线的话，这个线可能会被压破皮，导致漏电。另一个呢，就是压着线的话，这个柜体和墙就不可能贴的那么紧密了。开一个槽，把线给穿出去，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。后期的话，他自己要安装一个镜前灯。接好上下水，然后我们先试水，试水没有问题的话，把这个台盘清理，然后打玻璃胶。
打玻璃胶呢，大爷跟我探讨说粘鱼缸的那个胶好，其实粘鱼缸的那个胶我们普通安装师傅是用不起的。我们安装一套浴室柜的价格，有时候都买不了一桶好的玻璃胶，这是实话。